下午茶的时间到了，一杯摩卡，一杯香草，请问你要哪一杯？多少钱？谢谢。什么钱呀？怎么了？哭了？没有，没事儿。啊，那我先出去了。谢谢。不客气。摩卡，谢谢。自己拿。事实上啊，这个工作不会打扰你太多。我侦破杀人机器的案子，只花了5天。一个企业的案子，能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能花我多少时间啊？恕我直言，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吗？你是把低价商品高价的卖到另外一个地方。等你死了之后，你是想告诉你的子孙，你这辈子搬运了多少的货物，还是想告诉他们，你挽救了多少人的命？你胡说八道！你才是搬运工呢。我做的叫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好吧，商品流通小姐，可以看看死者的资料。他长得和你很像，上个月自杀了。我们的调查由他入手。你不是只抓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一个白领的死，你会有兴趣吗？没兴趣，只是有不可抗拒的理由。他是公安部的特工。你以为公安部是饱撑着派人来当搬运工啊？啊，不好意思，商品流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喂，知道了。走吧。干嘛？去见一个麻烦的女人，不然你以为我喜欢办这么无聊的案子啊？走。董事长，博总到了。董事长你好，我是简瑶。来，坐。来呀。还以为助理会跟你是一样的，是个狂妄自大的孤僻怪人。当然不是。你这么评价我的吗？你也这么认为？是谁一声不响就把我调职的？秦小姐，
是我让金燕来公司调查的，可他坚持要你到职了才肯接手，所以我只好调动你的工作。我以为你俩都谈好了，没想到你还是这样的我行我素。已经谈好了，就在刚才。说正事吧。前段时间，公司在红叶山庄开半年总结联谊会，王婉薇在自己房间的浴室里割腕自杀，留有遗书，身上没有攻击性伤痕，家属要求不做尸检，警方最终以自杀结案。自杀结案对你公司没有任何影响。你身为公司的董事长，连死者见都没有见过一面，为什么要审查？并不是我想要审查的。1个月前，我开始不停收到这封邮件。邮件里说，王婉薇的死因不是割腕自杀，而是另有黑幕。而成宇公司的高层为了掩盖一切，付给死者家属10万，要求不做尸检。你有掩盖吗？成宇公司光在内地就有1000多名员工。在收到这封邮件之前，我根本没有过多关注过这起自杀事件，更不可能存在什么黑幕。邮件里附了一张付款证明，王婉薇的父亲的确收到了10万块，付款方是一个匿名的海外账户。发邮件的人对这个账户进行了追踪，他声称已经掌握证据，这个来自美国的账户才是真正的付款人。是谁？很显然的，你认识这个账户的主人。你看起来很紧张，是谁？易阳。谁？这位女士的未婚夫。易阳这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我相信他跟这起事件没有关系。可是这确实是他的账户。如果你想掩盖犯罪事实，你会用自己的账户打钱吗？所以，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在幕后捣鬼，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不想让这件事情一直烦我。好，知道了。不过我想先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是钱的事儿吗？简瑶似乎很喜欢她现在的工作。等调查结束之后，我希望她可以继续在公司里做她的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我知道你善于控制舆论，掩盖事实，所以请不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职场女干探、双面女白领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人，可以吗？没问题。谢谢。家常菜最好吃了，比应酬喝酒什么的有意思多了。瑶瑶，再这样下去，今年就会被你喂成猪了吧？放心吧，我怎么吃都不会胖的。罗先生，你知不知道你这句话已经被评为史上最欠揍的10句话之一了？好，说吧，找我来干什么？来让你吃饭啊。那是你，今年有那么厚道吗？他肯定有什么事要使唤。你去查一下这个账户所有的相关情况。提醒你一句，可能会有被伪装的秘密交易，普通人查不到。普通人？我是普通人吗？
确定让我查这个？你就不怕我查出你姐夫什么黑幕来？谁姐夫？厉一阳是尹总的未婚夫，那尹总就是你姐姐。她不是我姐姐，只是20年前她的父亲娶了我的母亲。那她就是你姐姐啊？我的父母跟她，她的父母跟我，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是那她还是你姐姐啊，法律上的。厉一阳就是你的姐夫，你确定这样的关系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吗？当然不会。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你说说看。你确定要按照我的想法去调查？这个案子让你去查，就当做是提高助手能力的练习吧。我不是你的助手，你是啊。我是成宇公司的业务助理。我是成宇公司的市场总监。你不是。我就是。你不是。我就是。喂，我还在这儿呢。这衣服不适合你。卖衣服啊？出门？怎么？买东西。你的意思是说，我家里有的东西，你也都要买一套？靠枕、被子、指针、香米。不是，你不是昨天还说你无法理解的吗？纠正一下，是2套。傅子玉听说了，他也要。你不觉得这是最好的决定吗？你做了大量的繁杂、低效、琐碎的工作，如果共享给我们，就能提高3倍的效率。何静言，有你这么夸人的吗？我欣赏你的眼光，鄙视你的效率，不矛盾。你让我自己去买？那你来干嘛？你以为我想来？傅子玉今天出差了。你是来当司机的？谢谢啊。好，坐吧。你给我这个干什么？集齐10张，奖励1条鱼的。小姐真有眼光，我们这款床卖的可好了，您可以躺上去试试。这款床绝对没有任何异味，而且非常结实。在床上滚来滚去也不会坏吗？先生放心，滚来滚去也不会坏。2位先慢慢体验一下，有需要随时叫我。你会在床上滚来滚去啊？当然不会。
只有沉默才会在我身上滚来滚去。简阳，搬上来和我一块住吧。显而易见，你和我住在一块，效率会更高。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恰巧是你喜欢而擅长的。如此一来，我的工作效率就可以提得更高了。先生小姐，这款床垫你们还满意吗？请你暂时先不用说话。间接的来说，你也产生了更大的价值。抱歉，没兴趣。为什么对我没兴趣？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没兴趣和我一块住？想都不要再想了，我喜欢静静，我是不会搬上去住的。不要再说了。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妈妈，原谅我的软弱，让我感受最后一次空虚和放纵，黑暗的起点与终点。我做错了好多事，一步错，步步错，我再也回不了头了，所以我不再回头了，我选择结束。妈妈，我的银行存折里还有2万块钱，密码是我的生日，钱不多，对不起妈妈。妈妈，你别难过，做这个决定对我而言是解脱。我改变不了命运，反抗不了命运，但我至少可以选择结束。我的生命终结在我自己手里。再见，妈妈，别难过，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孝女，晚为金沙。你说我读完了。做我的助手，最不需要的就是多愁善感，可以回到正常的模式了吗？女人都是多愁善感的，除非你找一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还得会做饭，会钓鱼，会帮你布置家，会照顾沉默，还不嫌弃你的诸多挑剔。警察是不是觉得这份遗书写的情真意切，所以就把他判定成自杀？这点应该没问题吧？情感是最无法科学量化判断的东西。如果仅凭这一点就判定是自杀，那么他杀要伪装成自杀，那就太容易了。凶手只要想象自己快要死了，写一段话就行了。
讨厌新生入学的问题，简单到无趣。快说。这的确是他为了自杀前准备的遗书。首先呢，他写遗书的时候，因为受人胁迫，因为字迹流利，诸多连笔，一气呵成。如果他是受人胁迫的，那么他的字里行间会有很多的笔误或是停顿。除了这一点，还有很多的佐证，例如他在写遗书的时候用到了很多的比喻，比方说败将、壳、无底洞、深渊，还有不少的重复语句，比如妈妈，不要害怕，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我的生活变得灰暗、肮脏。你知道伪造书信的人，或是胁迫他的人会怎么写？以上都不会。他们会要求他写这封遗书，写得尽量清晰、简洁，直入主题，逻辑清楚，避免看起来有漏洞。而这封遗书呢，从字迹上看起来，都有一些文笔上的小毛病，还有小习惯。所以，这是一封真正的遗书。说谎的人会尽量圆滑，而说真话的人才不会顾忌那么多。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先从调查自杀原因入手，搞清楚关于他的一切。怎么入手调查？女人一般自杀的原因有哪些？情感问题、工作问题、经济压力、身体疾病。太好了，以上这些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你决定吗？那就从死者的背景调查开始。你看了犯罪心理学的书？职场女干探吗？应该的。加油！你在干什么呢？我在帮博总找一份客户资料。回头我让其他人打印一份给你。走吧，请你吃饭。走。改天吧。你多心了，还有其他人，部门其他的人都在。走吧。先生有没有事？我问你一下，我上次要了一个王婉薇的博客被人删掉，会是谁做的呢？如果是感情问题，会是因为他吗？
你觉得有酒精好喝还是没酒精好喝？这个要根据您的喜欢。我喜欢，你给我推荐一个吧。还是他？喂，如果是工作压力，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调整。实在抱歉，实在不好意思。再见，林经理。林经理不会不喜欢王婉薇。我告诉你啊，这是个秘密。林经理对他的下属非常严厉，尤其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小白兔，当心被大灰狼吃掉。哎，老周，谁是大灰狼？好好吃你的饭，别听他。不好意思，博总找我，我先走了。我也吃完了，我送你去。哎呀，小美女，不用这么火急火燎的，那么怕他？谨慎点总是好的嘛。哎呀，我说你真是个菜鸟，放轻松啊，深呼吸。啊，在那儿呢，记着我跟你说的话，放轻松。拜拜。如果我是你，我会尽量避免与他们身体接触。你的语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嫌弃？人家根本都没有碰到过。你干嘛？不好意思碰到了。无聊。这是什么？王婉薇的博客。你去查了？我也查了，可是被人删了。你是从哪儿查到的？你以后可要学会跟上我的节奏了啊！9月4号，他今天穿了件新衬衫，很帅气。我在茶水间碰到他，他说我昨天写的会议记录写得真好，我好开心。11月9号，今天他打了条浅蓝色条纹领带，我发现他有很多条蓝色的领带。他知不知道，蓝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以后也是我的幸运色。11月20日，怎么办？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他了。如果我的心是一个泉眼，那它就是清澈的溪流，一点一滴把我的心占据填满。12月28号，为什么总是诸事不顺呢？他还是微笑着跟我讲话，可心里是不是觉得我很蠢，很没用？这个他是麦晨。虽然裴泽也系了蓝色的领带，可是他用微光、干净、溪流这些字眼来形容这个男孩，肯定就是麦晨了。因为麦晨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欢迎你。裴泽气质不大。溪流、微光、比喻，这女人的形容逻辑我真是搞不明白。不过我赞同你的观点，是麦晨。女人会把我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什么都可以吗？你想说什么？首先，我先声明，我的比喻没有任何的贬义。一只傲慢又嚣张的拉布拉多。
你的修辞能力远不及王王威。喂，真的假的？我马上下来接你，等5分钟。你怎么过来了？出差啊？我借调到江沟局刑警队了，至少1年。真的？哎，那借调过来肯定升职的机会就更多了，恭喜你啊！简婶儿给了我你的地址，今年周末我就想着过来看看。走，到我家坐着来。8、9、9、13、14、15、19。这就是专家破译的数字啊，没有任何意义啊。要解开任何加密信息的意义，都必须有一把对应的钥匙。如果没有任何指向性的线索，只会是大海捞针。而最终的结果，要么就是简单的吓死人，要么就是毫无头绪。杀人机器一案是由薄教授主导破获的。我把专家破解后的这组数字发给他，就是希望他也许能有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反应。也许他对这组信息的内容真的没什么兴趣吧。你好，这是你们的快递。哎，好，谢谢。在这里签一下字。我收拾一下。这是薄教授的邮件。是啊。他的邮件怎么会寄到你这里来？他经常不在家，就算有时候在家，他也不开门。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邮件就都寄我这儿。哦，我忘跟你说了，他就住楼上。楼上？他住你楼上？瑶瑶，如果我是说，我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任何事情，只要你觉得合适，觉得开心，我都会支持你。其实你可以告诉我的。不是，我没有在跟薄一年约会。我是说真的，我就是做过他的助手，所以他也习惯性的让我做一些助手做的琐事。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啊。你如果不是，薄金言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会对那个世界感到好奇。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接近他。你知道，
我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的。我当然知道了，你最靠得住了。我请你吃饭。走。喂。南山公墓地区，马上过来。喂。不理他。这是对同事的悼念，还是行凶之后的罪恶感？你什么意思？王婉薇死的那个晚上，你去过她的房间？你察觉到这个女孩有些喜欢你，于是你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去占她一点便宜。也许她拒绝了以这样的方式和你发展关系，所以你恼怒了，结果就是她躺在浴缸的血水里。对吗？不是的。我是向她去表白的。表白？从她进公司那天起，我也很喜欢她。可我只是初级业务员，工资不高，又没房子。我一直不敢向她表露我的真心，直到那天晚上。我犹豫到半夜，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了他的房间。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他好像很高兴，但又有些紧张。谢谢你，我真的很高兴，但我需要考虑一下。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然后呢？后来我回到了房间，谢谢。不知道怎么回事，酒劲上来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才听到同事们说，婉薇她你向你心仪的女孩表白，她也答应你说会考虑一下，结果当晚她却割腕自杀，你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也就接受这个结论了？当然不是，我跟林经理说过。你和林经理说了什么？婉薇她不会自杀的，这没有道理啊！我们走之前才见过面，她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林经理说我只是当晚喝多了，并没有看出她的异常。毕竟大家都知道，婉薇的气窍不好，最近几个月压力一直很大，情绪很不稳定。也许是我对她的爱
足以让他留恋这个尘世吧。你最近的情绪一直都有问题，所以我们才来找你谈话。我总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也不要影响部门内的气氛，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就不要告诉别人了。你相信麦晨说的话吗？他去了死者的房间，只是为了表白。喂，我发现了王婉薇的一个隐藏加密文件，里面有一篇她的日记，时间是3月22号。22号，就是他死的那天。已经发你邮箱了。好，谢谢，拜拜。不错嘛，现在干完活都能听见谢谢了。王婉薇最后的死亡日期，一定可以解开很多谜团。你听一下这一段，他竟然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白，我所爱的干净、纯洁、英俊的男孩，为什么你现在才来？谢谢你，让我的人生不那么绝望。可是，我还有机会能够回头吗？我还有得到救赎的可能吗？好吧。我知道你不习惯于他的文风，但是至少真的可以证明麦晨没有说谎。可以证明，他的遗书写在这篇日记之前。没错，遗书中的他情绪非常绝望，但是日记里的他明显犹豫了。可以推论，王婉薇当晚确实写了遗书，但由于麦晨的表白，他改变了自杀的念头，同时也做了其他的决定。而正是因为这个决定，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王婉薇在临死前的几个月一直都表现出了比较抑郁的情绪，大家都以为她是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情感上不顺。事实上，她这些情绪跟工作和感情都没有关系，而是她卷入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调查清楚的黑幕当中。3月22日晚10点，宴会结束，回到酒店房间。12点之前，他写下遗书，决定结束这承受不住的一切。麦晨进来表白，大约用了20分钟。麦晨走了之后，他写了他最后一个日记，大约用了半个小时。警方判定王婉薇的死亡时间是2点半至3点半之间，也就是说，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入过王婉薇的房间，谁的嫌疑就最大，对不对？你家来过客人？熏然来过。李熏然？他被借调到江州市局工作，今天来看我。熏然说，专家破译的血密码早就发给你了。你为什么不理会？没有必要理会这么无聊的事情。你没看到吗？现在可是满满的破绽，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宗谋杀案，凶手
就在你这些可爱的同僚中。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过，这个案子由你来主导，慢慢想吧。红叶山庄的那个夜晚，市场2部的人都住在同一个别墅群，但是公司规定，只有副经理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住单间。你和王婉薇的级别都不够，除了林经理，只有你们2个女生，所以你们一定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你就是他的室友。他自杀的时候，你在哪儿？我知道我不应该和他在一起，可是我控制不了。他说过他会离婚，我们不会永远这么偷偷摸摸的。沈副经理住的那个单间，那天晚上你在他房间里。是博总要调查这件事情吗？他会开除我吗？他不会。偷情的夜晚，应该不会计划谋杀，他们2个暂时排除怀疑。你既然有这样的进展，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王婉薇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黑幕？我们还是丝毫的头绪都没有。是你，不是我们。你已经知道了，快跟我说。鱼皮虾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介入调查一桩自杀案呢？因为有证据表明，有人不愿意做尸检，付给家属10万块封口费。他的目的是什么？尸体上没有伤痕，凶手为了控制王婉薇，把她放到浴缸里面割腕，说不定事先就给她吃了安眠药，怕尸检的时候查出来。查出来怎么样？很多人都采用双重的自杀方法，又吃安眠药，又割腕，又放煤气的，这并不奇怪。那到底为什么？死去的躯壳深陷泥潭，无力自拔，感受最后一次放纵与空虚，黑暗的起点与终点。有什么事情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呢？
婉薇有毒瘾，所以他面对麦晨的表白才会那么绝望。不会有人单单因为他吸毒而杀了他。毒品？你确定吗？相信在你公司里有一个贩卖毒品的网络。陈宇公司对毒品是零容忍。如果当时进行了尸检，发现了王婉薇有毒瘾，我一定会要求进行彻底调查的。也许这就是封口费的用处了。如果没有那些举报的邮件，王婉薇这件事情早就尘埃落定，那个毒品网络也就依然安全。那到底是谁付了那个10万？又是谁发了那些邮件呢？那个账户，子玉已经在深挖了。至于那些邮件，我大概知道是谁发的。是谁？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会处理的。不过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先报警。李警官，对，找我。哎，小李，来，坐。哎，我听说薄敬言教授在同时办理杀人机器那个案子的时候，你们合作过？对啊。成宇公司刚报了案，警局决定立案调查。薄教授呢也答应协助我们。既然你们之前合作过，那这个案子就由你来主导。什么案子啊？好，我知道了，我会转告他的。最终的结果，要么是简单的吓死人，要么是毫无头绪。会不会真的简单的吓死？8、9、9、13、14、15、19。没什么意思啊。Simon， 这个意思，你快看，孙勇留下的这组写数字其实很简单，是专家给想复杂了。每个数字对应的相异位置的字母，但需要重新组。
成宇公司的案子也是这样，发给你姐姐的那些邮件，都是关注你的这个变态写的。那警方在联系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这么变态的一个人把你当成目标，这多危险啊！他明显在跟踪你的一举一动，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会攻击你。可是对于他是谁，我们却毫无头绪。难道你不是毫无头绪？对于他是谁，你是知道的，是不是？Come catch me if you can. Ah, Simon. Are you my next meal?这个人对我有一种变态的关注，他抢在我破案之前，来留下属于他的痕迹，借此而获取走在我前面的成就感。嘿，罗教授整理的材料呢？哦，想什么呢？怎么心不在焉的？案发地红叶山庄是个封闭式的度假村，当晚由成宇公司包场，没有外来游客。由于王往威的级别，住宿安排显示，他与薛青住同一房间。除了本部门人员以外，没有人知道死者当晚会是独居，而凶手作案后，精心布置了案发现场，耗时很久，根本不担心室友会回来，所以由此，我们初步推断为内部作案。Hi, Simon.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谢谢。我拜托你的事情，结果怎么样了？ Flower Cannibal is one of the most cruel serial killers caught by the FBI. You helped us to capture him and escort him to Bay Area Prison, the most guarded prison in the US. So believe me, there's no way for him to escape that prison. 你是在讽刺禁言的要求纯属是在浪费时间吗？ But because you are my friend, Simon, I did go to the prison to check it out in person. And Tommy is still serving his time in his cell. He hasn't been allowed yard time for over a year now. Had no visitors. So whoever is stalking you, it is not Tommy. 我相信他不是 Tommy， 但他们模式一致，特征也相符合。不管他怎么伪装，我都能看出来，这个人和 Tommy 之间一定有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So what are you asking? 一次联合调查，管辖权还有资源分享问题，我相信你可以协商好。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参与。 But this is a far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last time, Simon. You forfeited your security clearance when you decided to go back to China. I don't see how I can include you officially in this investigation. Susan，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Tommy。如果你想要真正完结这个案子的话，就必须要得到我的帮助。 Let me forward your request to my superiors. 谢谢。 小李啊，有一点我不明白啊，死者当晚改变了自杀的念头，
还算是有最后一篇日记为证。可是薄教授又是依据什么判断死者写完日记后还曾经出过门呢？黑裙子。死者离开宴会厅回到房间时穿的是蓝色裙子，而麦晨前去表白时看见的也是蓝色裙子。死者穿着黑裙子，那只能说明他之后又换了衣服啊。麦晨当时离开时已经是午夜，王婉薇如果这个时候要换衣服，按道理说，最应该换上的应该是睡衣或者浴袍之类的，而她却选择了一件黑色连衣裙，为什么？哦，明白了，她换上黑裙子，说明她还要出门。在王婉薇的心里，这条蓝色的裙子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她心爱的人最喜欢的颜色。每当她穿着这条蓝色裙子的时候，麦晨都会赞美她。所以，无论她当时想要出门做什么，很明显，她都不愿意穿着这条蓝色的裙子去。